大家好，我是刘刘。之前装的4张2080 Ti 显卡的工作站已经服役1年多了，在上面训练了不少模型，也交了好多的电费。最近打算开始训练目标检测模型了，感觉可能会比较耗 CPU。之前用的万兆带宽的 NAS 也因为工作站主板选择失误，一直打不满带宽。再加上打文明6的时候，等电脑一轮也是挺烦的。几个月前 AMD 出了32核的 3970X， 就想试试，顺便也把主板换成了技嘉的 Aros Extreme， 自带双万兆网口，可以插4个 M2 的固态硬盘，所以再加一个1T 的970 Evo Plus。话不多说，现在就开始升级吧。总算装好了，本来说等4个月再装，兼容性会好不少，结果还是替大家踩了不少坑。这个技嘉的主板呢，真的是一言难尽。插上4张显卡之后启动就显示第4错误，上网查了一番才发现它默认是不支持4张显卡的。于是把水放掉，先插上1张显卡进 BIOS 里面，关掉了 SSM Support， 然后又打开了 Above 4G Decoding。重新插上这4张显卡，这才能正常点亮。这个主板还有一个小问题，就是它比正常的 ATX 的主板还要长一点，所以呢，在最后一个格，它的显卡实际上是只能装1个槽位那么宽。于是呢，我针对我的这个机箱而言，它后面的后盖就会关不上。Ubuntu 18.04 对于3970的支持不太好，要加一个内核的参数才能够正常驱动。干脆呢，我就升级到 Ubuntu 20.04。一般来说，我是在长期支持版本发布6个月之后才升级的，这次是个例外。但有一个好处就是不用单独装 NVIDIA 的驱动，它自己带了440的最新驱动。这个主板用的是一个 Intel 的万兆口。Intel 的万兆口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它的 RJ40 转 SFP 加的口的时候呢，它需要是 Intel 兼容的，而我之前不是 Intel 兼容的这样一个转换器。还好 Linux 的内核可以直接加上 Allow Unsupported SFP， 然后呢就可以正常使用这个万兆口了。下面是大家最期待的跑分了，和2920对比，我选了3个任务，分别是图像分类模型的训练、翻译模型的训练，也就是 Transformer， 还有就是编译 CLAN 加 LLVM 加 LLDB 的速度的测试。图像分类模型的训练完全是 GPU 的速度决定的，所以这2个 CPU 并没有什么区别。翻译模型的训练是一个动态的模型，在之前的2920上 GPU 并没有打满，换成3970之后，速度提升了10%左右。在编译速度上，3970是完爆2920，CLAN 在2920上需要用15分钟才能编译完成，而在3970上只用不到5分钟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在评论里提出，我都会一一解答的。谢谢。